在苦难、危机或旧秩序失灵的时候，人们会把希望集中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这个人被认为更有使命、更有远见、更有勇气、更能解释苦难，也更能带来拯救。人们发自内心地追随他们，相信他们身上有某种普通人没有的特殊品质。追随者坚信这样的人可以把自己从旧世界的苦难中拯救出来，进入一种新的秩序。在我们的社会里也经常能发现类似的现象，比如把一个明星企业家推上神坛，追随者相信他身上背负着改善就业环境的使命；再比如追捧一个有良心的商家，仿佛这样做就有了改善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希望。也就是当一个社会问题长期存在而无法解决的时候，人们会把改变处境的希望投射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这样的人不只是优秀，也不只是有能力，而是被认为带着某种使命。他好像能回应人们的不满，能替普通人做主，能把人从困境里拉出来。马克思韦伯把这种建立在特殊人格之上的服从关系称之为卡利斯玛支配，中文常常被翻译为魅力型支配，但魅力这个词太轻飘飘了，它容易让人联想到个人吸引力。而韦伯说的卡利斯玛指的是追随者相信某个人具有非日常的特殊品质，甚至相信他能够带来拯救、奇迹和新秩序。在人类历史中，卡利斯玛支配冲破旧世界束缚，创造新秩序的案例并不罕见。所以把中国社会里的造神现象简单解释成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奴隶心态、从众心理，解释力是很弱的。我们真正要问的是，中式造神和真正的卡利斯玛区别是什么？更关键的是，它到底为谁服务？真正有力量的卡利斯玛最关键的地方并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在于它能够改变人们的服从方向。因为当在苦难中挣扎的人看到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时，他们会开始相信，真正能回应危机、解释苦难、带来拯救的不再是旧的秩序或者是原来的支配者，而是这个具体的人。那么原来分散的不满、痛苦、希望和行动就可能围绕这样的一个人重新聚集起来。因此真正的卡利斯玛不只是信仰和崇拜，它会变成一种新的组织力量。它能把旧结构中原本孤立的人抽出来，组成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能是宗教共同体，可能是革命组织，可能是新的政治集团，也可能是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它的危险性也就在这里，它让人不只是抱怨旧世界，而是相信旧世界可以被替代。一旦这一步发生，旧结构就会被威胁，因为旧结构最怕的不是人们崇拜某个人，旧结构最怕的是人们通过这个人重新组织起来。所以卡利斯玛的破坏性不在于制造出来了一个神，而在于这个神可能带走一批人，带走他们的忠诚，带走他们的希望，带走他们对旧的统治者的服从。但在中式造神里，一个又一个人走上神坛，当时他们光芒万丈，一呼百应，感觉有翻天覆地的气势。这一刻，人们好像看到了救星，这看起来很像是有力量的卡利斯玛，但很快他们仿佛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一切安静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问题依旧存在，在困境里挣扎的人依旧还是在挣扎，然后继续等待下一个能给他们希望的人。这就是中式造神和真正的卡利斯玛最大的区别。中式造神不只是没有破坏力，更关键的是，他造出来的神本身就是原有人格化支配结构内部可以容纳的理想角色。真正的卡利斯玛危险之处在于，他可能把人从旧结构里抽离出来，让人相信旧秩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现实。但中式造神不是这样，他造出来的不是结构之外的力量，而是结构内的好人。明君是皇权结构里的好皇帝，清官是官僚结构里的好官，良心老板是雇佣关系里的好老板。所以中式造神真正传递的信息不是说我们可以建立一套不依赖好人的秩序，它真正传递的是问题不在于结构，只是你还没有遇到那个好人。他让被支配者相信，坏老板的问题是没有遇到好老板，无良商家的问题是没有遇到良心商家，贪官的问题是没有遇到清官，不公正的问题是还没有遇到那个愿意替你做主的人。他让人继续等待下一个好的人。所以他服务的不是新的秩序，而是旧的人格支配结构。他让被支配者在一次次失望之后，依然把希望放回某个具体的人身上。
在这个过程中，被支配者对困境的不满被宣泄了，在困境里挣扎的痛苦被短暂缓解了，围绕人格权威的服从习惯被再一次确认。更重要的是，人们依旧很难质疑原本的支配结构，只会继续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下一个好人身上。这就是中式造神真正的内核，它不是创造第二种现实，而是在原有的现实里，让被支配者更渴望遇到一个足够好的支配者。但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它还有更冰冷的另一面。在这种结构里，恶棍和神往往是一起被生产出来的。因为规则越软弱，监管越无力，权责越不清，坏人经验就越容易反复出现。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但如果错误的选择在现实中更有利，守规则的人反而更吃亏，那么恶棍就不会只是个体道德败坏的结果，而会变成整个环境不断生产出来的结果。而更残酷的现实是，在人格化支配结构里，好人往往只是一种被支配者的想象，而被恶棍伤害却是被支配者实实在在的挣扎。坏老板是真的，无良商家是真的，推诿责任的人是真的，滥用裁量权的人也是真的，被欺骗、被压榨、被伤害、被踢来踢去的生活经验都是真的。但那个好人却常常只是被支配者在苦难中想象出来的出口。他可能会偶尔出现，但他无法稳定的出现。他可能解决某一个人的困境，但却无法变成所有人的权利。所以中式造神最阴冷的地方就在这里。真实的坏人经验不断生产对好人的需求，被支配者越是在现实中遭遇恶棍，就越会在想象中渴望好人。可只要希望仍然寄托在好人身上，问题就不会真正进入制度和规则层面。于是坏人经验继续发生，好人想象继续被需要，人格支配也就继续运行。如果完全从结构理性去看，我们将会得到一个令人非常不适的结论。对人格化支配结构最有利的环境，往往不是一个规则清楚、权力稳定、生活安全的环境，而是一个规则软弱、坏人频繁、个体长期不安的环境。因为环境越苦，坏人经验越多，人们就会越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被伤害。规则越没有力量，人们越难相信抽象制度能够保护自己。于是对好人的渴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对好人的渴望越强烈，人们就越容易把某个具体的人推向神坛。这个人被想象成能替普通人做主，能回应苦难，能带来拯救的人。也就是说，苦难没有被解决，而是被转化成了对某个具体的人格的救赎想象。这种救赎想象越强烈，对人格的崇拜就越狂热，而对人格的崇拜越狂热，中国原有的人格支配结构就越稳定。这不是说有人有意识地制造苦难，也不是说有人刻意制造恶棍，更准确地说，是人格支配结构在维持自身运转的时候，会自然地偏好这种环境。因为只有在这种环境里，被支配者才会不断地确认，真正能改变自己困境的，仍然是某个具体的人。